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中国的古遗文与中国的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班文相并列，是世界6大古文字之一。通过对古遗文的挖掘人们惊奇地发现彝族这个古老的民族甚至能够追溯到炎黄时期，三皇五帝都是古彝人的后代。不仅如此古彝文明还影响了西方的苏美尔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那古彝族到底藏着多少文明的秘密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彝族万年文明史。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在我国有这样一个民族叫彝族。彝族的先民在史前创造了以彝文为标志的灿烂文明。考古发现了9000到8200年前的古彝文，在长江中上游乃至于辐射到黄河流域都有古彝文的考古发现。当时的彝族在长江中上游地区逐渐就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创造了独立的文化体系，并逐渐的就扮演起了长江文明的初始角色，继而就形成了古滇国、古蜀国、古夜郎国和楚国等长江中上游4大文明古国，为雄厚根基的长江文明的主体民族。直至秦汉后彝族文明逐渐就衰落了，而文明的余晖仍有残存。对于古彝族文明的追溯要从古彝文开始挖掘。一本名叫《尼苏铎节》，被翻译成彝族创世志的一本书这是一本流传于云南彝区记载彝族古事的遗经，包括了采药、演练、音乐、歌舞、婚姻、文字、伦理的都有专属的记述。其中就记录了彝文是一个叫做尼神撮的人种树养花赏花，完了照样描画下来。而尼神撮从小就立下了宏伟大志就是他要奋斗一辈子也要找到文字。他7岁的时候栽金银树，春夏秋冬勤管理，过了10年8载金树枝叶茂，银树花枝俏，蜜蜂蝴蝶都来欢跳。于是尼神撮就请了东南西北中5位客人来同他一起赏花，画笔手中拿一朵一个样，照样就描绘了下来。3000金银花变成了3000字，写在了竹片上，就编成了6本书。于是6个好伙伴就首创出了彝文，也成为了后来颂扬的6件神。这是彝族文字的创始者。今天虽无从考证其年代和性别，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那个时候没有父系社会，至今父子联名制已经300多代。那就是说古彝文流传下来的也有8000多年左右的历史。经书中的金树银树代指的是彝人生活中有着密切关联的植物。同样蜜蜂蝴蝶代指动物。早期的人类离不开身边的动植物而生活。由尼神撮带领的几个人描画出了文字是象形的粗糙的图画式文字，与今天的东巴文很相似。我们可以从东巴文中推测出古彝文的前身。在若干的造字传说中都可以发现古彝文的初始阶段都是刻写在树上和石头上，后来才被甲骨树皮、竹简等东西替代，把文字从树和石头上搬下来。全世界除了3种原始的民族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彝文、汉甲骨文之外其余民族的文字和现代的民族文字都是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参照上述3种原始民族的文字创造出来的。所以彝族曾经是夏代的统治者，彝文曾经是夏代的官方文字，为夏代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夏王朝灭亡之后彝族就被汉族逐渐就赶到了云贵川3省的高原山川，因此彝文不能作为公开的官方文字使用了。而彝文与甲骨文同器铭文简书刻词有共同之处。创始彝文的历史悠久很可能是在彝族先民的原始氏族社会时代就已经产生了。而考古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佐证。在夏朝约公元前22世纪末至公元前17世纪初距今4000年左右。在1922年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实习队在山东平丁公遗址就发现了一件约4600年前的龙山文化晚期的灰陶平底盆破片。在总面积不超过20平方厘米的破片上刻有11个文字符号，称龙山陶文。那关于龙山陶文究竟是哪个文明的文字一直有诸多的争议甚至有人说是古埃及、苏美尔人、古印度以及雅利安人文明东渡到中国留下的。但经过了30多位国内外知名的考古学和古文字学专家的鉴定绝大多数专家都认为龙山陶文是一套完整成熟的文字，
是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古文字之一，距今5000年左右了。它与商代的甲骨文很有可能是两种文字，但不知其为何种文字，也不知道刻字的目的的作用和意义。而中国社会的科学院考古所的一位专家呢，就对龙山陶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后就发现丁公陶文呢与古彝文是相同的，并佐证呢，无论山东的龙山文化呢，还是所谓的东夷文化呢，都是早期的彝族文化。这就引起了考古学界和史学界的一次革命性的震动。山东龙山文化主要分布于山东以及淮北地区，而先民呢被称为人方，史称东夷。甲骨文中人彝同字，人在甲骨文中作为方国名称，同时呢在古彝文中又是彝族的始祖名，且彝族的族称呢用字是彝，彝乃新中国建立之后改用的新字恰与古彝文中的人为同源字。彝族族称呢显然源于彝人对始祖的称谓，由此呢殷商的甲骨文中的人方呢实际正是彝族的族称。此外呢，大汶口文化至山东龙山文化普遍流行着一种重要的礼器造型似鸡，名鸡仪，而彝族重鸡嘛，己视为神禽，鸡头嘴股骨皆为卜卦对象。传说洪水之时呢，彝族的始祖窦阿普呢就刨墓毕生其中，只因为太白星呢曾经对其释出一个鸡蛋，告诉他说等这个鸡孵出之后鸣叫了再出，而洪水呢就会退去。果然呢应验了。目前所有最早的陶器形状呢就像刚出壳的雏鸡，于是彝族呢以鸡为最灵验之情，可预知未来。所以龙山文化以鸡为形成礼器呢，证据就显示无论龙山文化还是所谓的东夷文化呢，都是早期的彝族文化。对于古彝文起源的探学过去都无大量的考古成果可依，只把目光呢盯住了秦汉之后编写的中国通史，只能从夏朝模糊的开始，而夏朝之前呢就没有任何的记载。而夏源于中国第一个王朝，对于夏有二解嘛，一为指语，即夏语。根据考古证据呢，与新语西羌，一为指汉。今川滇黔部分彝族区仍用称汉为夏与华，而华夏合称之后泛指中国。那夏禹呢是古代时期夏后氏的首领，夏朝的开国君王，历史的治水名人，史称大禹、帝禹、神禹，也是黄帝的系孙，颛顼的后代，是上古传说时期的与伏羲皇帝比肩的贤圣帝王。大禹制造了一种书体呢，叫做夏禹书，总共只有12个字。千百年来呢，夏禹书无任何识别出的释文流传下来，所以被称为未解的千古之谜，甚至赐予了神话般的传说，添加了很多神秘的色彩。可令人惊讶的是如果用彝文竟然能够破解夏禹书。用彝文破解的夏禹书的字帖其直译为：一群妖魔刚来到，树上乌鸦满天飞，歌清宰羊祭山神，念经消灾骑马归，五味经师施法术，坐斋完毕魂返回，消灭蜀金魂归位。夏禹书呢不是纯古彝文也不是纯甲骨文，是两种文字的混合，用来记述呢聂人的生活习俗。而聂呢是指彝，查《山海经》呢也有云聂耳之国呢在吴长国东，始西文虎，为人两于聂其耳，现居海中，及水所处人其物，两虎在其东。意思是聂耳国的人能够驯服猛虎，而老虎呢就是他们的宠物一样，随行都在他们的身边。彝人宠虎之俗也有相关的记述，在彝族源流和西南彝志都有记载。彝族先民最终有一个彝能时代，那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代。根据记载呢，彝能氏最初的生息是在云南的滇池、洱海以及彝东北的广大地区，后为了扩展生存的领地呢，向北迁徙进入了四川盆地，建立起了成都为中心的古巴蜀国。那么黄帝又是谁所生呢？而炎黄子孙呢，是为更早于华夏儿女的一个概念。炎黄曾被视为神话级人物。根据历史学家历经30年研究考证呢，中国历史上确有炎帝、黄帝其人。而炎黄均为太昊伏羲氏的后代。太昊伏羲氏呢，是距今6000年前生于渭水中游的天水，今甘肃南部的境内。其后裔呢，东迁定居并建立政权于古陈仓，也就是今天的宝鸡。从伏羲阴阳八卦、虎图腾、葫芦崇拜、太极、
石月历等等历史文化特征啊，以及彝文铜鼓王中呢，把伏羲称为老始祖，都揭示了华夏文明与古彝文化的关系。而伏羲源于古彝人，中国上古史的三皇五帝呢都是古彝人，其后的周文王、秦始皇与古彝人呢都有血缘关系。彝呢在彝语中为黑色，意为崇尚黑色的人。实载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也崇尚黑色，可见秦始皇要追溯其族属呢，也有可能属于古彝人。现在我们知道炎黄只是古彝族中2个部落，准确的说呢，是漫长的古彝部落发展史上，最后在中原地区形成的2个较大的部落。一个民族的文明史该从何算起呢？自然当从文字创始来算起。无独有偶呢，在甘肃省秦安县的大地湾17遗址出土巨件7350年到7800年前的彩绘，上面有些文字符号呢，也与古彝文有关。结合上面的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和彝文的典籍呢，就可以推断出彝文呢已有8000年以上的历史。那么这些符号就证实了中国文字的起源其实有2个，不只是一个象形文字，还有另外一个音节文字。刻画符号呢是一种记录丧葬、祭祀、巫术法器的咒语以及表音为特征的音节文字。其构字方式呢是以几何线条组合与变换方位、增减点画等为主要手段。同一字符呢往往变换方位之后呢就会代表不同的音节，具有不同的含义。事实上呢，运用古彝文也可以顺利的解读这些文字的刻画符号。专家尝试呢用古彝文破译外国课文，比如说破译意大利凡尔卡莫尼卡岩画刻符、克里特岛线性文字、迈锡尼文和印度古河谷文字，都能够通过字形结构推断出汉语的意思。所以西方学者大多都认为现今的英文、罗马文字的字母是在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和线形文字简化而形成的。而楔形文字和线形文字与中国的殷商甲骨文比较呢，有很多相同相似的地方。因此呢，西方学者都断言中国的文明是西亚的苏美尔文明东传的产物。著名的学者刘志一呢，就对这个苏美尔人以及其文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苏美尔人呢，在西亚出现的时间是距今7500到5000年前，而古彝文的创制呢，可以追溯到10000年以上。他就指出呢，无论从时序、体制特征、语言、文学、文化风俗等方面证明呢，苏美尔文明源于中国的远古文明。直至西汉时呢，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也就是如今的阿富汗见到了琼竹杖、蜀布。中国呢与西方的交往历史呢，过去人们总是要提到丝绸之路，其实呢，远在汉朝以前的数千年间呢，我国西部的古彝以及其后裔呢，与西亚的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一直从未中断。古彝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呢，也可以追溯到10000年前的畜牧农耕时期。因为湮灭已久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呢，被刘教授挖掘整理出来，并重新公诸于世。过去呢，世界4大文明古国中国被排在最后一位，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历法的制定呢，是人类文明历史的一个重要标志嘛。那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掘和面世呢，就把中国文明的历史从5000年呢提升到了10000年以上。同时呢，还证明云贵高原尤其是金沙江南北呢两岸都是中国文明的源头。古彝人的十月太阳历呢，用12生肖兽来祭日。埃及巴比伦、印度呢也有12兽祭日的历法。他们呢就受古彝族的这个历法的影响痕迹比较明显。而古彝刻画文字的影响呢，在西亚的古文字中也很明显。考古资料就证明呢，埃及于公元前4000年前左右进入到青铜时代。其象形文字的创造测定为公元前3000年，而巴比伦呢是在苏美尔人之后，由塞姆人、阿姆利人于公元前1800年创造的。那印度呢，其文明创造大体在公元前2350年至1750年之间。这3个文明的古国的历史呢，比起我国的古彝文明可以追溯的历史要晚得多。那么古彝族是怎么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呢？远古彝族生长于长江中上游继而把长江文明带到了中原，走向世界。那在中原得以兴盛发达，各部落之间、民族之间相互征战不已，所以自然灾害频繁。最终呢，适者生存弱者淘汰，只好就缩居西南，固守失落的文明。
据彝文文献记载呢，彝族在历史上曾经经历了洪水泛滥的时代。古彝人笃木骑着马呢，赶着羊群为了避洪水逃到了高高的乐夷山。他就娶了3位仙女生下了木雅姑、木雅切、木雅热、木雅沃、木克克、木奇奇6个儿子，史称六祖。在战胜洪水之后呢，由始祖笃木主持呢，将其子民分为武、诈、诺、恒、布、墨6支，每2支人呢为一个联盟行事，向一个方向迁徙拓疆，将彝族先民分向各地。而六祖的后代呢，每当找到一个气候温暖、依山傍水的好地方呢，就定居下来，开垦经营，形成了古代彝族中具有影响的民族。经数代人的繁衍发展后呢，又继续分支。就这样呢，六祖的后代越分越多，几乎遍布了云贵、川贵4省区，延绵至今。后世的彝族呢，把这一次重大的历史活动呢，称之为六祖分支。而彝族人认为呢，人去世后呢，灵魂必须回到祖先发祥地，也就是回到六祖分支地去。那么现存的18部彝文指路经其终点呢，大多都指向了滇东北，特别是今天的云南的昭通。那六祖分支的发生在昭通，昭通呢是彝族文化的发祥地，而彝族曾经灿烂过。彝族自古起源和繁衍以云南为复兴，建立了古滇国、古蜀国等国家，一路扩张至中原，乃至于步入了东亚、中亚与美洲。那这个神秘的古文明究竟指向距离人类多远的源头呢？让我们下集再见吧。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